大家好啊！我很高兴咱们这个几个法轮功反贼能同时出现在一个会议之中。我呢也想给我的观众介绍一下，现在呢就是出现在我们这个对话的这个屏幕上的啊，我的这个左侧的这位女士呢就是赵倩楠，大家也看过我对赵倩楠的一些采访。第二行呢左边的是那个孙赞。大家也看过，应该看过孙赞，因为他在那个《纽约时报》上面出现过。然后第二行的右边呢是郑院会，郑院会呢，我是很早，大概在2017年去洛杉矶听师傅讲法的时候，看了那什么神韵交响乐团的演出，因为我比较附庸风雅，我就喜欢听一听交响乐。这样使得我有一种好像是我是比较高级的感觉吧。我在年轻的时候哈，我很喜欢听那个萨拉萨蒂的那个吉普赛之歌吧，是吧？那个叫什么来了？都行，流浪者这个，对，《流浪者之歌》，嗯，《流浪者之歌》。然后呢，我我我那个《流浪者之歌》，当时我内心经常很孤单。然后呢，那个萨拉萨蒂那个最开始的那个几个小节一出来的时候，我经常会眼眶就湿了。后来我一看，我说我们这个群体里竟然也有人拉这个《流浪者之歌》嘛。结果我一听，我觉得还拉的还相当不错。后来我就记住了那个郑元会这个名字了。结果没想到，我多年之后能采访这个郑元会。郑元会呢是那个赵倩楠介绍给我的。然后呢，下方的这位女士呢，就是孙赞的妻子，叫那个程清玲。其实呢，我们呢，就是在这次座谈之中嘛，叫这个中文名字呀，对这些前神韵演员，有的都是一种刺激。比如说对那个孙赞的太太程清玲就是一种刺激，因为以前人们都管她叫这个 Ashley，只有在那个师母李瑞或者是神韵的管理者呢，要对他发难的时候，才大喝一声程清零。然后呢，程清零，以至于听到这个名字呢，都是都会引发那种创伤的感受。其实我这个也是有类似的这个感觉。呃，就是我也经历过类似的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说，为了把这个真相揭出来哈，每一个人其实都经历了，就是此前不愿意再多看一眼的这个创伤。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每个人在其中走过来，都有他自己的这个勇气啊，还有这个重新去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呢，感谢所有这些愿意走出来的这个神韵演员。因为你们做的事情呢，是让这个本来不该发生的这个事情啊，就是神韵对孩子们的这个奴役啊，对就是对说起来非常好的那些词儿的彻底让它腐坏呀、就这种灵性上的欺骗和虐待。我觉得早日结束这个，你们都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这个贡献，所以我也想感谢各位。那今天我们之所以坐在一起做这个交谈呢，是因为在这个《纽约时报》一再的去报道神韵内部黑幕这种情况之下呢，神韵方面发动了新的这个媒体的这个反击攻势。其中写的一篇文章呢，在明慧网上登出来了，是专访我们的师傅。而这篇文章呢，被修改过多次，而且呢，他也被从神韵不是从那个明慧网上暂时取下来过，然后又贴出来了。但是有心人呢，把这个前后的这个版本都留下来，并加以比较。那今天我就想和这各位啊一起去谈一谈，就是这里边谈到的他们口中的师傅，我也希望大家是各抒己见吧。就是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一个形容词的那个定义，我被这个文章整个给搞糊涂了。这篇文章一开始说今年73岁的李洪志师傅，这个穿着一身整洁简单的便装，比前些年清瘦了很多。我不知道这个清瘦是一种什么概念，不是会是清炖牛肉的概念吧？或者什么是清瘦？我说，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印象中的师傅
它和清瘦有关系吗？我就觉得，我觉得至少师傅那张脸，我觉得就还是挺像那个金正日或者金三胖的，或者像金三胖他叔叔，营养还是很不错的，我觉得。但是我就看不出那个清瘦和这个是什么概念，这个什么关系？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从胖瘦上来形容。首先，我觉得我喜欢把一个真实的样子就告诉所有人。既然我能知道，我觉得所有人都可以知道。就是在我眼里的师傅，就是其实对我个人而言，胖啊瘦是无所谓的，就是对我观察别人。但是事实上，我认为师傅是不瘦，至少至少绝对是不瘦，而嗯且师母有让师傅减肥，而且，OK。对，而且师傅比较配合，然后 OK。也开始锻炼爬楼梯就之类的。但是我不觉得师傅是清瘦的。这个瘦和清瘦的这个概念呢，清里边其实它有一种仙风道骨的那个意思。由于你那个就是志向高远，而且那个看淡尘俗，这个才能加个清字儿，是不是？要不然嗯，你就瘦的跟那个拉二胡那个阿炳瞎子阿炳似的，那你是因为穷途末路你瘦了。当然师傅肯定不会穷途末路了，是吧？所以这个清字儿呢里边实际上带了一些这个超越世俗的这个在那儿。其实我还记得那个什么那个很印象很深的一个事儿，就是我在采访那个郑元慧的时候，郑元慧就是我们这个第二行右侧的那位女士哈，她呢是一位小提琴家，现在她在那个就是一个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交响乐团任那个第一小提琴手。我想我在采访郑元慧的时候，郑元慧她就是说在那个食堂吃饭见到师傅的时候啊。然后那个师傅的肚子几乎都把衬衫给崩开了。然后呢，当时郑元慧就看着那个肚子陷入了沉思。这个陷入沉思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郑元慧他的原话说陷入沉思。我当时我想一堆肉还能使人陷入沉思，后来我也陷入沉思了。实际上，因为我也开始因为郑元慧的沉思而导致了这个二阶沉思吧。我用数学语言表达就是二阶沉思。的确，就是说师傅哪来那么一个大肚子？而且师傅就是说，具体据说教人这个膀子带这个神韵绝技的时候呢，就是膀子要带这么一抡起来的话，我记得郑元慧跟我说，他说那个肚子呀，就好像那个就是从裤子里边那个衬衫就撩起来一点，露出了一部分这个肚子吧，就是，然后啊，呢，不是当时这个应该不是我说哦，不的，是你说的。这个应该是是我说的，别的舞蹈演是员说的。我说的。那可能是别的舞蹈演员说的，我已经搞混了。但是你陷入沉思了，你能不能谈你当时沉思的了什么呢？你沉思了是呀，什么？当时这个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就是我刚从中国，然后来到山上，就是我是没有在美国社会待过，就直接就是来到山上，你多大那时候？然后呢，18岁吧，然后18岁。那个时候是我的第一个巡回，然后其实那是我第一个巡回的时候，过得挺痛苦的，因为当时我是在跟着08舞蹈团，就等于就是孙赞，就是我们其实那时候是同一年巡回，然后我是在天音三乐团的天音三，然后当时其实是非常受排挤的，因为就是我是应该是我们团里面唯一一个中国来的，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基本山上的气氛就一提到是中国来的，他们就觉得哇，就是大陆，然后就是大陆人很坏啊，怎么样，都没有人愿意跟我说话。然后，总之就是那一年巡回的时候呢，我就记得同样也是没人跟我吃饭，然后最后我吃饭又特别慢，最后桌子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然后我就看到前面那一桌师傅啊，然后跟那些什么团长啊，然后我也忘了就还有谁，然后在一起吃饭，然后呢，我当时就看着师傅那个膀大腰圆的那个肚子，怎么说呢？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刚从国内来啊，然后其实国内的学员是非常非常，就是日子也过得非常朴素吧，然后就是非常艰苦，然后你知道生活上他们基本上是本来可能有很好的工作，然后也没有了，然后就是。从比如说，尤其是从监狱里关押出来了以后，也是过得非常的就是可能一直还是怕被抓吧，还是在那种被监视的情况下，所以就是他们的生活啊，就基本国内学员挺清瘦的，其实，所以就是挺清苦的，其实挺清苦的，我就觉得。对对，所以你刚才我觉得于超说那些东西我，肯定知道。我亲身经历。
你说那些我亲身经历，当时我和楚彤还有王宇、肖晴在一块儿的时候，就在我被抓的前一天，我当时买了2个那个冰砖，就是带奶味儿的冰砖，我想就是稍微吃一点好吃的，让我每天这么紧张的那个安慰一下。结果那个肖晴进来告诉我王宇没回来，我就把那个冰砖给他和楚彤吃了。那个事儿我记得特别清楚，哎呦，真的就是你接着说，就是很艰难。然后呢？对呀，那时候对呀，然后很多学员都居无定所的，所以就是对，我们家那时候还算稳定的，就有时候给同修的孩子买点巧克力啊，买点零食，然后结果怎么说呢？一出哎，国，然后看到师傅就是主要肚子很大，然后就是一下子就觉得挺，因为怎么说，其实师傅脸上有点肉啊，或者手上有点肉啊什么的，我会觉得那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佛不是都长那样，所以对我来哎，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当时就对对对看到那个肚子，然后就那个肉啊，都是那种感觉都快挤出来、崩出来的那种，然后，OK，我就觉得，哎呀，就是跟国内的学员形成一种很鲜明的对比吧。对嗯就是他一般胖的时候，他那个腰带是系不上的，他会，OK，带那种这那2条叫什么东对西？对对对，哦，穿着背带裤，哦，这个是对，那个 CEO 他们是不是一般穿？同时最好来个背头，然后双下巴，这这这这这个齐了。我不同意啊！我们公司的 CEO 都是身体非常非常 fit 的，是早上会去晨跑的，这身体是非常好的。不是，因为我们的一主播可能是有点暴发户的感觉，你知道，所以他就可能没有这种习惯。OK 嗯对，我讲一 OK，下，就是当时你说的那个绑子带，就是我当时师傅李洪志教我们用绑子带，就是他会用胳膊这么抡，然后呢，他手稍微抬起来一点，就他的衬衫就从他裤子里会出来，对，这是然后他的你说的。肚子就会整个肚子就会露，就是半截肚子就会露出来。然后 OK，当时我们很认真看他示范嘛，因为特别想学怎么就是用绑子带来跳舞。对对对但是他一抬手肚子就露出来，一抬手肚子就露出来，然后他会再掖进去，然后每次他就会再掖进去，再示范。然后每次我就记得当时我心里是我就不知道该看还是不该看。那时候你多大？我大概16吧，16岁。17岁。在对在那个师傅示范这种那个绑子带这种那个神韵这个神传文化的绝技的时候，你那个当时那个在现场的男孩儿女孩儿都有是吧？我猜想，对，都有，大女孩儿一般家都在。是多大呢？然后女孩儿嗯、这个不好说，这个年纪小的可能就11岁，，OK 最小的可能就11岁、10岁，甚至我知道 OK 最小上山的有10岁，OK 年纪大的可能就是25、26这种 OK 年纪吧，但是他们已经是团长或者是管理层了。OK OK，反正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我一直不知道是该看还是不该看。是，这我觉得还是挺尴尬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文章一开始啊，就是说师傅73岁，看上去只有50岁的样子，然后呢，这个比前些年清瘦了很多，但是最近他也可能是清瘦了，但是他没出来。后来他那个就是在接见的时候也没有那个有什么照片流出来。后来据说方伟又去采访他，他也没流出来，就凭着方伟出来就这么说一通，说这个看上去只有50岁的样子，甚至更年轻，眼神温暖、坚定而祥和。那个谁，那个孙瓒，你对师傅长相是个什么概念啊？因为我看过你在推特上面发了一张那个照片，按你的说法，师傅好像有些脱发，并且那个这个脸有点那个胖和下垂，是这意思吗？其实我跟学院或者倩楠大家的想法都是，就是师傅长什么样对我来说，就是我们信的是法嘛，就是他其实长什么样，其实说实话并没有太大关系。所对以在他像这篇文章出来的时候，就是你首先说啊，师傅又清瘦，然后又年轻，然后眼神又好，又什么什么祥和长的什么。相，我都怀疑他描述的是不是我呀？我想，他在 presetting 的 agenda，就是他其实已经是个非常 bias 的一个手段了。就上来先说这是一个，就是在说这是一个啊又坚定又好的一个人。他对其实并没有是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来采访。是你看《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谁会说哦这些受害者出来又清瘦，眼神又坚定又祥和？没错怎么是这样子？就是对你除了，既然你是一个名讳特约记者，like 对你是个记者，你并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洗白的人，你是专对门同志来洗白才 set this pre agenda 的，这是我第一个想法。
然后至于说李洪志长相，其实，嗯，其实李洪志在山上是那种神出鬼没的存在，就是他有的时候会出现，有时候会突然就出现，就在大家可能是像我们跳舞的时候，跳着跳着他会不是刘伟，潘宇就会说哦师傅发吃的了，然后大家就会到2楼去合个十，那队排的特别长，然后李洪志就坐在那里，那个背带裤，然后肚子在蹬楞的，就像那个郑元会说的，往那坐，然后低着头拿一块，就是拿那个 Ziploc bag，把什么过期的那些什么牛肉干啊、乱七八糟的，就是同修捐的东西放到那里面，然后一人发一包，然后每个人接过来说谢谢师傅，这就是几乎每天跳舞会发生这样这个事情，挺心酸的。然后所以至于说李洪志什么样子，对我来说，其实我很少，就看到师傅的时候，我很少会去说这么盯着去看，因为就是几乎我每天能看到。当时我在山上的时候，所以有一点习以为常。但是就是他的行为举止来说，就是他每一次都是那种低着头，你们知道吧？在走廊里走着低着头，然后脸很臭，唉声叹气，唉，然后就那眉毛紧锁啊，就每天就感觉是你看到他就感觉你修炼状态很不好。然后你刚才说什么？你刚才说了一句，我说脸很臭，脸很臭。哦，脸很臭，只能说他脸很臭。对 OK， 就反正不是那种多慈祥的那种表情，绝对不是。OK，不是的，完全不是的。我们很少见到他，就是像转法轮里那个第1页、第2页那种表情的时候，我们几乎从来见不到。就基本上纽约法会你见到那师傅是在平时生活是不存在的。对，他，对，然后至于说他像身材之类的，因为我在5月24号被他开除的时候，那时候他是抱着我，他抱我抱了很久，然后我2只手就搭在两边，我不敢抱师傅嘛，因为那是师傅，你知道吗？那你怎么能去碰人家？他是一直抱着我说话的。然后后来就是说到怎么说动感情的时候，我是把双手，我也试着抱了一下师傅。就是你知道我是1.79米，大家这个你们山上人应该知道的，就是我是1.79米的身高，我是比师傅高那么一点点的。然后你人知道你的手臂的长度，就是从手指尖到手指尖的长度和你身高是相等的，就是换句话说，我的手其实这个 circumference 它是1.79米，然后在我抱师傅的时候，我2个指尖是碰不到的，差不多有这个距离。对，说明就是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我抱于超的话，可能需要抱2个你叠起来，可能会有这个效果。就是 this is kind of 它的 body structure 是 body mass， 是这个，就是身体的这种那个就是庞大的程度，对，胖的程度。我明白了。然后呢？然后我还有个印象特别深的是，就是有一次李洪志进来，然后他去就是小班在翻跟斗，就是翻潜艇或者前空翻或者侧空翻，然后李洪志是一个个去扶的。然后因为空翻的时候腿打的要特别快，你才能在腾空的那个时候落地嘛。然后所以那些女孩腿都打得特别快，然后那些女孩都特别特别瘦，然后就看李洪志在抄或者在扶腿，在帮他们翻这个跟斗。然后当时我跟他们一样，我对师傅当时没有说是个胖瘦的这么一个定义，但是我当时心里一直特别担心师傅会被打到，因为他就是动作他特别慢，他的动作，然后就感觉特别的不灵活。然后反正当时我就记得，当时我一直特别紧张这一点。但其实我们说了半天吧，其实也就是想说，其实师傅胖瘦无所谓，但是看明慧网的这种描述，我们会认为这是不真实的，很奇怪，对，很奇怪。然后再加上为马，对，然后就是师傅绝对不是50岁的年轻的长相，师傅就是一个正常的老年人，70多岁的长相，就是对。那么问题又来了，就是为什么他要这么指鹿为马呢？他可以什么都不说呀，就是大家跟随李洪志是因为他清瘦吗？是因为他长得帅吗？那还不如追星呢。就是为什么他要用这个来？他就是我觉得他首先说那个清瘦啊，就是有一种好像师傅为学员承受了很多，然后就是那种这种操心的这种形象，然后对，然后其实这就是树立一个师傅的这种形象吧。
但是就是我们很清楚，就师傅的样子不是这个，然后眼神温暖这个事情，其实我后来突然间想到，其实像我们乐团啊有很多那种新招来的西方人就是来就是怎么说，他们不是学员，他们可能来山上以后呢，山上要求他们修炼，这样一批人，师傅在面对他们的时候，其实会面带微笑的，是那种。就你能感觉硬挤出来的笑容，但是呢，平时对学员的时候，或者是师傅对一些刚来的小孩学生的时候，会比较那种摆出那种你知道那种姿态，但实际上他对身边的学员是非常的严肃的。我明白这一点我完全认同，因为在德国小号手叫 Casper 好像是对，嗯。然后他的太太刚来的时候，就是他在那个咖啡厅里嘛，咖啡厅是那绿色的沙发，你们知道吧？是一个几个台阶，然后中间一个很大的一片 area，有很多沙发，然后李洪志坐在那里，那是非常端正，就是穿的西装，然后非常可爱，真的是非常和蔼可亲。当时我说，哦，Who's that？ 就是不是说 Who's that？ 那是我没有见过那个德国小号手。I'm like Who's that？ 那是师傅吗？就是我跟我平时见到的师傅不一样的，他甚至有点卑微，甚至有一点就是那种讨好。对，然后说话的时候中间有个翻译，然后两方也是非常尊敬的。那个时候确实是和蔼可亲，就是这里说的眼神温暖而坚定祥和。那个时候确实是这样子。然后而我看到其他的师傅呢，就是在神韵办公室里那个皱个眉头啊，指手画脚。然后在我考试的时候，舞蹈考试的时候，就是好像有那个山上去打工就没有钱。哦，I remember that，记得吧？打那个义工，那是关灯那一次是吧？对，然后那个灯，那个艾什利，你把你的声音调大一点，你的声音有点小，可能。然后那个就是在我考试的时候，那个灯老是关，可是就是在场有几个家长，就是有外人，然后李洪志就感觉特别，就你能感觉到很明显他丢面子了，然后他就很生气，就这样，比这还生气，谁？把他给我撵下去，就这么使劲的喊，这才是就是我们认识的李洪志，他就是这样子。然后在大场演出的时候，就每一年给所谓的中国就是录一些大场演出，就是一旦发什么事情，然后他也是愁眉苦脸啊，都是你们，就是埋怨指责，就是这样的人。在什么情况下？我记得，你说，我记得有一年我不记得是彩排还是大场，是那个小石吗？那个男生。他做那个好像是大鹏展翅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他也是这么骂他的。他当时还跟他说，没有人是来看你的，没有人来看你做这个大鹏展翅传的。就在台上，就是他坐在那个观众席的中间最上面，就往下骂。当时所有人也在，但是他在这种当众骂人的场次太多了。上次我记得那一次，我不知道，郑元慧和赵倩楠在不在？但是那一次他骂薛星潭的时候，也是他坐在舞台上骂观众里的一个男生。薛星潭的英文名字是 Tony 薛，而且呢，而且呢，我听说薛星潭被当众侮辱过很多次，而且他的那个膝盖啊，可能他的膝盖肯定是有伤，而且呢，他的那个就是跟腱。可能也有伤，他膝盖是肯定有伤，他的跟腱可能有伤，我有点记不清了，我还专门了解过这个薛星潭。他被骂的超级惨，就是我记得当时，而且是李洪志亲自骂呀，在台上骂，说有些人偷着摸着什么打游戏，然后以为我不知道，看我往那边走了，就手上动作很快，马上把东西删掉了，反正，然后说一次次给机会，然后又不领情。反正骂得很难听，具体用的字我不记得了，但是我就记得他骂着骂着，我就因为女生坐在右边，男生坐在左边嘛，然后在正常情况下，你的头啊是绝对不能往另外一个方向转的，要不你要被班长发现的话，那你可能下去就要被交流了。我就记得当时那是我在山上唯一一次头往那边转的时候，那是因为薛星台开始放声大哭，就坐在观众席里，他坐在那儿，现在我还记得。但是我在山上待着，唯一一次头往那边转，看向男生那边，因为他当时就哭得这么大声。这些事儿其实都让我挺痛心的。其实我也联系过薛星潭，哎呀，就是说这些那个被伤害的这些人呢，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过去的事儿，他们好像认为我把现在过好了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
第一呢，你过去的事儿是应该有一个，就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完了，我就觉得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这些事儿如果不揭出来的话呢，还有和你一样的孩子在受伤害，所以我还是挺希望这些神剧演员能够站出来，把过去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说出来的。没事，于超，你给他一点时间，我相信很快的，真的给他一点时间。你看我们一个个都出来了嘛，还有很多现在没有在这个谈话的人，也都在帮我们做事情嘛。就是你给他一点时间，你放心。好的。对，然后就其实说起师傅骂人吧，我们真的说几个小时都说不完，因为就是太习以为就家常便饭师傅骂人。我记得就是我那时候刚到山上的那个时候吧，然后刚到山上，山上会给每一个人做神韵 ID，然后呢，当时就是师傅亲手会把神韵 ID 发给每一个人，然后当时发到我的时候呢，然后就没有，然后当时师傅就突然就破口大骂，就说。啊，苏静怎么没给弄过来？这个老糊涂，然后怎么样？然后我当时就吓坏了，因为我那是第一次听到师傅骂人。然后但后来这个事儿就已经骂的太多了，也就习惯了。然真的后对，以前还有你说一次，他真的是什么？我听不清。真的习惯了，这是Fiona 就说的对，就是习惯了，习以为常。对，然后我记得以前这个是别人给我讲的，就是那时候是比较早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刚在一个地方演出完，然后乐团的人是在乐池里面收线，然后这个时候呢，师傅在台上可能在唱歌，但因为有的乐池它特别低，他看不到舞台上，然后可能当时师傅在教人唱歌的时候，师傅自己唱歌的时候就高音就给布朗音就给甩出去了，就破音了，就是破音了。然后当时大家不知道是什么，就哈哈哈哈就开始笑，结果就传来师傅的声音，就谁在笑谁，然后什么的，然后大家都吓傻了，这才知道原来是师傅给破音了。对，闯大祸了，然后他们吓疯了，就怕之后就再去查到底是谁在笑，他们就很无辜的说：“我们真的不知道是师傅唱的，我们才笑的。”对，像这种师傅特生气。像这种像在我接着郑源会说，就像在 bus 上，那个李洪志会经常在我们 bus 上，然后没人闲的老秀他的歌技，是吧？然后他唱那个声音，我真的就像我写的文章一样，他真的就跟那个那个东北那个打酱油了收破烂那个真的没有任何区别，就是你们可能没有经历过，就是真的没有任何区别，是真的特别难听。磨尖子嘞，抢菜你唱的比他好听，然后我没有办法，就是跟你们去学就我这么说吧，就是我是从一个没有任何艺术就是背景的家庭出来的，我小时候从来没听过歌剧，就是也没有去看过什么就是乐队演出啊或者什么的，但是他那个差到就是我都能听出来，就是我都感觉是不是不太对，或者是不是师傅嗓子不舒服，就是那么差，就我都能听出就是唱破了。对，他在车上唱完之后呢，就是他一唱大家都不唱了嘛，因为我们在唱歌，他一唱大家都不唱了，然后他唱完之后就是车上鸦雀无声，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然后李洪志会来一句掌声呢，然后就让大家这个鼓掌。以后他做什么，他做一个诗也好，他说一个什么，大家都有掌声。他都会说，他都会问掌声呢，然后之后就条件反射了。他一停止，我们就开始鼓掌；反正一停止，我们就开始鼓掌。哎，这个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刚开始那种掌声，因为他会坐在女生的舞蹈的对上，对。他这种掌声，他是 pretty much ordering， 他是让别人给他的掌声，而并不是真正得到的。所以就是你能感觉到在山上，就是他所做的东西，就是一种无形中的压力，就是他做什么，我们一定要有反应，就一定要有他一种，就是包括师母也好，包括山上就是他喜欢的人，就是有这种条件反射。说实话，只要李洪志不在看不到我的时候，他唱歌我是绝对不会鼓掌的，因为我觉得那东西实在太难听了，怎么会有这么难听？就他吹小号吹的特别的烂，但他小号吹的比他歌还好听，就是他的小号也吹的特别差，我没有办法来去形容，就是我不会因为就是他唱歌唱的不好而他不是我的师傅，你懂什么意思吗？但是就是你唱歌的好坏，就是你不需要 Why do you need so much validation from us？ 我不明白。没有，因为他其实主要是这样的，因为我估计他以前国内的时候他吹过小号，所以说呢，就是在他而言，这可能就是他的
就是他当气功师前的专业，所以说就是他非常需要这方面的肯定，就是我们需要去捧他，这样他才能从中获得成就感。就是他很在意这个头衔，就比如说神韵艺术团的艺术总监，他特别想要这个头衔。然后呢，他就是每次看到这些学生们，比如说舞蹈啊，或者是音乐方面，他觉得比较好的时候呢，他非常有成就感，因为他会认为这都是他给培养出来的。然后，所以就是你知道，山上就是后来你们都不在了，就山上的每到中午就开始放那个交响乐的那个，还有舞蹈那个考试的。不仅如此，新唐人电视台也是强迫的，每天同一时间全电台都在播放这个。然后他们其实新唐人工作那些工作人员，他们其实也很奇怪，为什么神韵的这些就是这种就是光盘就是交响乐的这种音乐，我们电视台也要去播放？其实很简单，就是满足师傅的成就感，就师傅就是那种哎，大家都来看看，这就是我培养出来的就是厉害的小孩，他脸上有光，他就是为了这个。说起这个来哈，那个我就想问一问孙赞哈，因为孙赞上回刚刚说，就是说他在那个好像有外来的家长的时候，那个灯没电了，是不是就感到很丢面子？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电路的问题，他什么时候会觉得丢面子呢？什么情况下师傅会把他和自己的这个尊严和面子连起来？你能不能讲？因为我听你们描述，师傅是一个很在乎面子的人，非常非常在乎面子。但在什么情况下，他把什么事儿认为自己是有面子的呢？他非常在意的一点呢，就是对不起，我先打断一下，就是他非常在意的一点，他非常在意的一点呢，就是呃，他以前其实我之所以知道这些事情，是因为呢，以前我跟外面的一个学员讲过，我说你们把孩子就是比如说拉小提琴什么送上来之前，一定要打好基础，因为山上基本功非常差，然后你来了这边没人教。然后呢，所以之后那个学员可能跟我后来有矛盾以后，他就去跟师傅汇报说啊，我就说山上的孩子水平不行，怎么样？师傅特别生气，特别生气，因为你知道那是所谓就是比较推我的那个时候，然后师傅特别生气，师傅就跟我说你到外面去，你一定要说我们的孩子水平多好多好，你绝对不能说我们的孩子水平不行。然后，所以就是像你知道，其实师傅很多时候啊，神韵，不论是舞蹈的还是唱歌的，就出去演出的时候，师傅都会私底下找学员。就我知道的是，以前露露跟我讲过，就她是张天亮的太太，他们就去跟徐真路。哦，就是反正露露姐她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有邀请北舞的一些教授，然后来看演出，可能是在 DC 的时候吧。然后之后他们就私底下去找那些老师问说啊，你觉得我们舞蹈有什么意见什么？就是师傅让他们去问的。就同样师傅也会去问一些什么那些唱歌的什么，就首先问。包括拉琴的，我觉得像我拉琴，师傅肯定也会去问他们别的那些人。然后只要别人一说点什么问题啊，哇，那就完了。就是像我记得那时候在欧洲的时候吧，之前师傅一直说耿浩然是世界第一女高音嘛，然后就是结果那时候是在德国还是哪儿欧洲，反正欧洲哪个城市演出的时候，然后之后可能有观众就说，他可能是专业的，然后就说怎么样。哇，然后到下一个城市就是试音的时候，师傅就开始大骂耿浩然，这个是你们之前没有发生过的大骂，就是你那个什么什么怎么还没打开？什么我都让你不要这么唱了，什么怎么样？然后就是，哇，骂的简直了。然后就他是那种突然的翻脸，他是突然的翻，听到别人对突然的翻脸是经常发对生。对，他师傅其实每次突然一翻脸，我就知道肯定是别人有差评了，就是是，其实你像比方说，你跟我，假如一个东西是，怎么说，这是一个人的心理学吧，就是 whatever 这个人 is missing，他会经常的会去把，他缺的东西去展示给大家。比方说，他假如买了一大堆假包，他就会说，哦，这个包是真的，这个包跟你看，他这个也是这个皮，这个也是这个皮，是一模一样。他就是李洪志，他就是这样的人，他老是说自己，哦，这个我们艺术团是世界第一，我们怎么好，北舞不如我们好。那个解放军不如我们好，然后就是我们是真正，就是他，就是你越不是什么，你越想去证明你是什么。就是我们遇到的人，就是尤其是他越专业，在某个地方，就是不管是舞蹈、音乐，甚至是在上班的时候，他比方说搞什么营销啊或什么东西，他比较厉害，就是他其实越资深，他越谦虚。他更是那种I actually don't know this, I don't know this is smart, this is only， 这是我的一点的粗浅的建议，就是对在李洪这里，而是那种说真的是这么横着走我是天下第一，我是最厉害的，这其实这个非常能反映就是对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对他在哪里都说自己最好，但是他其实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真是天下第一，那为什么你要自己不停的这么说呢？这应该也是别人说的呀，怎么就像没有人会说我是天下第一美女这么说自己吧？这是第一，是外界应该给你的评价。然后如果你不停的这么说，就是那真的就很尴尬，就是所有人都会觉得很尴尬。这个话题咱们是怎么谈起来的呢？就是说那个师傅啊，他就是很在乎面子。刚才你们说的是他这个对自己的产品很骄傲，对自己带出来的这个什么很骄傲，但是就是一个灯，他那个没电了，他为什么感到丢面子呢？现在，因为我也在当时，我在观众席里，当时他们考试的时候，因为当时有很多家长也在看自己的孩子考试，这是没有很多就是家长上山在工地干活，很多时候就是为了看孩子考试，或者是能够看孩子做一次彩排，但是是很少能够去看的，所以这是他唯一这么几次机会可以给家长展示一下的。对，结果就是感觉有点掉链子了，有点丢人了，就是因为他经常说嘛，我这个学校是师傅给你们建的，都是你们家长想上大学，明明不需要上大学，是不是？你们家长想上大学，我同意你们，就是他说你们家长非要让你们上大学，我也不知道上大学有什么好的，有什么意义？对啊，有什么好处？反正就是你们家长想上了，然后师傅就给你建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园林，怎么样？然后他开始说的时候，他已经说过一次两次，说灯一直在灭，所以他肯定是脸面挂不住啊，就感觉自己的说话的威望第一没有在那。对，但是还有一点，我们推测出为什么是因为脸面挂不住，因为他那个怒气或者 anger 是一下子就被调到100度的100%，就是这不是一个正常。就如果我不知道我这用的中文词对不对，有点是恼羞成怒的那种感觉，是突然一下的生气，而且当着所有的面叫。对，就师傅的脾气是非常不好的，就基本上一点就着。对。他为什么会对山上工地的人生气？这个我很不明白。对，人家本来就是如果就将心比心，如果是有人义务的花自己的钱、自己的时间，把孩子也放到这里了，自己花钱花时间来到我的地方帮我干活，你不会是一种感激吗？就是像一个客人来我家，我都会以最大程度上照顾客人的想法。就即使他在吃我的喝我的，我也会 try to make this time the best for 我的 guest。就是而且他是看着我的面子来的，我更需要就是对我付出的人一个交代。就是我觉得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了。难道你是主佛，你就可以这么吆五喝六吗？这我就不明白。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在山上的时候，我会想人的理跟神是反的，我就这么想 ，try to like convince myself 他做的是对的，但是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就没有办法，就是他的一言一行都说实话让我有点作恶，就是有点恶心。那个对，我记得尤其往后几年，就是很多时候看到师傅来了，我都是绕着走，就听到他的声音了，我就绕着走。对，我知道师傅会在哪个地方走，然后我就到那里，我会上台阶，我知道这师傅可能会在这里出现，我马上会走另外一边，然后神域办公室我都绕着走。对，还有一点。对这个事情，我有跟于超讲过。就那个时候，我刚到山上来的时候，因为就作为一个从中国来美国的学员，然后第一次看到师傅，就觉得无以伦比的那种激动。然后结果我发现，为什么山上的学生看到师傅都是绕着走的？然后我就觉得，这要是放到我们大陆，那绝对是一堆人围着师傅，都不会让师傅走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我再给你补充一个场景，就是我们山上有个咖啡厅，然后呢，女生会去在那里喝茶嘛，就是那里有个就是做茶的一个老师，然后他会给我们做茶，然后在那喝茶或者喝咖啡什么的。我也常去。师傅一坐往那儿一坐，就是师傅会布置长方形嘛，师傅坐在这个角这儿，在当时旧的音乐厅，然后他往那儿一坐，你就看陆陆续续孩子就肯定会走。对。然后在我印象中，师傅有才问我们说：“哎，怎么我来了你们都走了呢？”对，他有问，他有说，对。然后我为了有的时候我怕师傅丢面子，我会坐在师傅的旁边，但是师傅在这儿。但是你比较懂，可能当时我们真的不懂，我当时看的就想走。就是师傅在这儿一个空的椅子，我会坐在空的椅子的旁边，就感觉就是
但是我坐那也会非常不舒服，不知道手脚往哪里放，然后赶快就是那个基本老师赶快给我茶，赶快给我冬瓜茶，喝完之后就跑了，就是 at least 我就是 I did my part， 我感觉就是确实是绕着的。然后山上就是至少在我们的宿舍里，没有人敢说师傅不好嘛，但是大家都私下里谈论就是师母有多么不好，就是这个是怎么说？就是然后有的时候师母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想把这个 message 给他，因为我觉得你需要知道就是底下对你的评论，而且我不是说是针对师母这个人，我跟他说的目的是因为你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师傅，你在给师傅丢脸。你在影响这些孩子们的正信，所以你需要去怎么说？去整理一下你自己，这是我对他说的你的目的。所以我想说的其实就是师傅跟师傅。那时候你多大？20、21、20吧，对。其实我对师傅当时，信念崩塌的一瞬间，也不能说是崩塌，但是那一次影响我挺多的。就是，有一次就睡在我下铺的一个女生，她喜欢看日本动漫，就是动画，就是她买的书啊，她看的什么《火影忍者》啊这种，就是日本动漫嘛。就我对那个也不感兴趣，但是因为就是大家都是同个年纪，可能当时我14，她15，差不多就。这么个年纪，然后就也没发生什么事儿，然后结果有一天我们就都被拉去音乐厅开全校大会，男女生都在，乐团也都在那种，然后郭华平就在台上就说，把这个女生的名字和哪个班级报出来了，然后说他看的是黄片，然后当时。我听到就特别震惊，你知道吗？特别震惊，因为我知道他看的不是黄片，就甚至我当时都有点冲动想站起来说，就是他看的是火影忍者，不是黄片，就那不是黄片，那个火影忍者穿的衣服是黄色的，但是那个不是黄片。我想说的是，想帮他澄清一下。那个女孩当时多大？等一等，那个女孩当时多大？她最大就15岁，因为她比我大1岁，所以是未成年人。对，然后我现在都很难以就是形容当时我有多震惊，但是当时李洪志就坐在我前面，就6排座椅前面，我当时我就盯着他的后脑勺看，我心里就想，师傅，你知道不是这样子，你上去说一句啊，就是这明显是郭老师搞错了，你上去说一句啊。但是他师傅至始至终没有站起来，他至始至终没有站起来说一句话。那个赵天南，我想问你一下，当时师傅叫你说把你的学生往死里骂，这种指示是怎么在什么情况下跟你说的呀？私下，不是公开，只有当时我记得场景是应该在那个咖啡厅，就很大的那个，就像他们说的那个绿沙发那个，然后这样说的，往死里说，原话是这样，往死里说，往死里说。而且说的很严厉，我当时其实我惊呆了，我没想到师傅会这么说，我当时真的是我在那懵了一会儿都。那个说话那些东西是受李洪志指使的。后来我也发现了，就是那些你知道在山上这一点你们一定要搞清楚，在山上没有任何人是有权利说任何东西的，只有李洪志和师母。是的。就是他们的权力之大，他们的权力之大是我们就是甚至我们就是我说过不恰当的，就比方这个时候我想去上厕所，我都要去问一下师傅是否是同意的，就是这种概念，就是你不可能做任何 executive decision， 就是那所有的 decision 都是他们来做的，就是郭老师能在这个学校面前骂这个女生，是绝对是由李洪志同意的。为什么呢？因为郭老师也是一个团长，他当时也带过团，然后后来张铁军也带我们，就是张铁军有的时候就巡回的时候也就莫名其妙的骂我们，往死里骂。然后有一次就在欧洲，我们男生就是骂一个叫冯松涛的人，当时就是确实是冤枉。冯松涛呢是那个美中佛学会主要负责人冯浩的孩子，这个冯浩呢，他呢是留着这个类似这个山本56和希特勒介于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胡须，
我不知道他这个美学观点是从哪儿来的。然后呢，那个我不是说啊，你不是说说你说冯洪涛什么好人不好人之类的，啊，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你绝对是冤枉冯洪涛的。我们所有是男生都是觉得不对，所以那也是那么唯一的一次，我们所有男生群起而攻之，就是对铁军老师说你这个不对，这是不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松涛也是特别的情绪也特别大，说不是这样子的。然后张铁军受不了了，他就哭了。他哭了之后，他跑回他的化妆间，他把门关上了，然后当时我们男生感觉有点胜利了，就还有点沾沾自喜，终于是这件事情是水落石出。然后我差不多过了不到5分钟，我心就软了。我觉得啊，你知道铁军老师都70、80了，这个人就是看看他怎么样吧。他毕竟哭了，我怕他什么叫心里受不了70、80了是什么意思啊？ 80岁就，是70、80岁年纪大嘛，年纪大，张举军是80岁是吗？我不知道。他年龄很大很，老了，对。他是真的然后我看起来挺年轻的，你 OK 要非说人家之谁看起来前是真的练过年轻的芭蕾，OK。然后我就去报化妆间，我敲门，然后他不想让我进去，后来我还是就是进去了。然后他把门一关，他就跟我说：“孙赞，你知道吗？这件不是我要骂的，这件事不是我要骂的。”他说是师傅让我这么做的，但是我不能说是师傅要这么做。如果是师傅做，你们对师傅的正信就改变了。他是这么跟我说的。然后当时我就对我的三观也是尽毁啊，就是我以为是因为我们学员啊，或者是很多时候你会感觉就是是师傅身边的人做的不好，而不是师傅。实际上不是的，师傅就是他是戴着白手套的，他是让其他人替他背锅的。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做这种明显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如何把这件不对的事儿，明明是师傅给他下的命令，让他去干这种伤害孩子的事儿，同时他又要维护孩子们对师傅的所谓的正信。那既然是师傅叫他干的，如果你这个事儿是对的话，你就让大家都知道是师傅让他干的，不就得了吗？那你怎么可能用谎言来维护所谓的正信呢？谎言带来的这师傅知道是不个这个对的，啊，我感觉师傅知道是不对的，这个脏活让弟子来干，he takes the glory， 就是所有的不好都是弟子的，他是好的。那这些我是弟子这么觉得替他这么做，他们的内心的这个矛盾是怎么摆平的呢？他们如果要是不做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在那个位置上，那就换人。但是他们又想在那个位置上，而且在山上，我觉得我们4个应该都待过，都知道，你如果是在底层，那你是很苦的。你被人管着，那就是往死里管你。你吃饭、睡觉、上厕所，我是有包夹的呀。我也有包夹的，对啊。对呀，所以然后，而且他们平时也有怨气啊，师母骂他们，师母那个骂人，而且他那个嗓子又特别尖，真的是很扰人那种感觉。然后而且你铁军比他大那么多，他就是你像他苏静他也骂人家颜面何存？他要是不听话，那他们也不想挨骂。然后就是山上这种人整人，而且他们也有竞争对手，各个团长之间，他们也不是那么合的，对，非常畸形的。这一点让我也是特别不理解，因为你作为山下的人，你觉得神韵是一体，是一个项目，是同样是要救人的，但实际上所有的团的团长都是非常不和睦的，互相竞争的。有点像是一个鸟生了很多蛋，这个蛋都孵出来了，那个小孩都想去抢那个鸟那个嘴里那个就往上窝一样，爬，就是一个金字塔往上爬，谁都不想特别的丑陋，特别的丑陋，特别的丑陋。为什么呢？那次就是黄景洲不是犯事儿的嘛，然后被踢下去了，然后李洪志就把我调到07班，他说让我来代替黄景洲的位置。然后当时我是看师母在07班，我说哇，这个水不能碰，一定不要离师母远一点。但是我也没有这么说了，我就说我不想在07班，我想在08。然后那个当时就是谁李莲娜也跑过来了，然后张铁军也跑过来，然后他们几个人就开始吵啊，那你不要这个，我要小高，我要这个，就当交易一样，就是我们都是棋子，对，就我们互相在是那个棚子里的牛羊，知道吗？他们对，我要这头牛，你要这头牛啊，这个牛不好，这个牛这个腿胖，踢走。对，他胖，他丑，他在后面，就是一切都在我面前展现着。然后李洪志就坐在那儿，一句话不说，就让他们打。
哦，然后后来李洪志分团的时候，他也会在那儿挑。我记得当时说天一二的时候，就说得放几个高个儿进去，这些人都太矮了。对，我就觉得对于乐团的人也要求身高，这个有点太，面子嗯，面子。我不知道然后，就是因为在国外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对，有时候我能从我爷爷奶奶那辈儿人，就是能看到他们好像对一个孩子就是高，好像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就他们特别想要，哎呀，这孩子高真好，就他们都是形象好，我不知道为啥长得高就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就是 Jeff，你可以说一下当时为什么有09班了，后来09班为啥是高个儿团？就是跟那个郑文慧说的一样，就是我们那次去西雅图，西雅图有个芭蕾舞团，然后李洪志就别出心裁，哎，明明我们可以在剧院，我们已经有剧院了，一般都在剧院上课，哎，偏不的，非得把我们带到那个西雅图的芭蕾舞团的排练室，让我们在那里上课，什么意思？很明显了，就让我们展现一下我们的 skill。所以我们一走进去，然后那个真正跳芭蕾舞的是吧，细长的，肌肉线条非常美，然后穿的很自然，但是问题就是他是一个专业培训出来的，他有那种艺术气息在身上，他一看他就是一个舞蹈家。他不用去装，他不用像李洪志说的穿着他给你特殊设计的那个什么服装，然后都穿上一大堆那个西装，然后在帽里走，就像招摇撞骗一样，不是这样子的，他不是装出来的，他是发自内心的，是一种艺术的流露。然后那个走过来了，然后李洪志一看，就你能看出对他的震慑力有多大，就当时就是傻了。后来他就那个还在讲法里边还说了嘛，就说那些那个芭蕾舞团都1.9米，都多高，然后就从那次开始只招1.8米以上的，然后把一个团就塑造起来，整个那个团都是1.8米以上的大个子09，就是那个，可是他们又年轻，他们又不会跳舞，协调能力又不好，然后就像那个，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阿拉斯加那个雪蟹，那个就是那个腿儿在搁那耷拉着，就一排这样的人，你说你让那么高的人去演孙悟空，你怎么演？就是他不是出于这个演出效果，他也不是出于就是这个怎么对这个艺术团好，会对他怎么好，他只是出于我这个个子高，我有面子了，就是这样。对，而且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怎么说呢？跳芭蕾确实要求身高比古典舞更高一点，但是如果比如说你是专业跳民间舞的，其实他的身高要求可以再低一点，就是什么身高跳什么样的舞蹈。就古典舞，其实你那么高的个子，其实不适合跳古典舞了已经，但是他不管啊。对，然后你古典舞你还要翻空翻，你1.9米的个儿怎么翻？然后就是像我们巡回的时候，这也是我听那个别人说，因为那是我来之前的事情。反正他就说，巡回的时候不是师傅带着那个大家一起去茂里嘛，然后反正那时候就师傅不想带乐团的，就说他们太矮了，带出去丢人。你说我为什么身高高？为什么身高是这么大一个，就是他心里的一个。哎呀，不仅如此，我就记得我那时候第1年巡回的时候吧，然后那时候是师傅在舞蹈 bus 上讲的，然后舞蹈 bus 可能我估计铁军老师打电话就给了我们这边乐团的队长，就佳琪老师，就说哎呀，让你们那个乐团的女生背包都要那个不要斜着背，就是要正着背，就是不要斜挎着这样背啊。说师傅刚才说你们那个车，说看看他们车那些女生就跟从那个农村里来的那个什么乡下的女生似的什么。然后我当时听那个我就很震惊，因为我就一直觉得师傅是我们最亲的人嘛，所以就是听师傅在别的 bus 这样评论我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我再跟你说，就他在舞蹈面前经常骂乐队的。对，我也刚才也想这么说，就是你们真的是在我们面前一文都不值。你没发现很多舞蹈人就是跟你们都不说话的吗？对，对，看着你都是，就是你们就很瞧不起我们的感觉。而且不只是从那个就世俗层面上，你的身高长相，甚至从你的天国，知道吧？就是舞蹈那些都是什么神，都是神来的啊。然后那个什么，就是从血缘上，从本质上就压垮你，就你们什么都不是。对，我记得当时舞蹈老师骂我们的时候说：“我看你在食堂那儿走，不知道还以为你是乐队的呢。”就是这么骂我们的。对，你胯这么宽，就是不知道还以为你是哪个乐队的。当时我们那团有等一等，
他说你胯那么宽是吗？胯宽，或者是对啊，那时候你多大呀？15岁吧，十五跟你岁，说话的是男的是女的？女的，但是这么说话的人，我相信绝对不只是那一个老师。经常发生。而且就是师傅他常常就是在这边人骂那边的人，在那边的人又骂这边的人，就师傅就师傅他师傅常常对，但他特别信息爱干这个事。封锁做的特别好，他对不，让串班。嗯，他不让串班，我就串，我哪都走，我谁都问，我什么事情都知道，包括乐团的，我什么都知道。因为我开始好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弟子还在相信师傅的弟子，就你一定要分清楚，就是他其实想做的是不是师傅有错，是师傅身边的人有错，是师傅身边的人把你分开的，实际上不是的。就是这样的话，因为我们也会就是当你刚要离开还不想离开的时候，你会觉得师傅是好的，师傅其他就是你自己在给李洪志找借口说他是好的，而实际上你一定要认识到，就是什么那个成语叫什么什么上有什么什么下必什么甚言，就是所有就是你能看到的东西都是从师傅师母那儿来的，就是在山上这种环境下，只要是能允许发生的事情，他们都是睁着眼闭着眼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发生。就是你看现在他们洗白，想说师傅不在这个怎么说，不在这个环境里，他只是个艺术总监，其他东西不管，这是完完全全不是正确的。他是处处没有他，处处都不是，处处都是有他，对，那每一个角落，比方说你可以讲一下去哪里，节目的审核，节目的审核他管到节目什么程度？审核、人员挑选、你的衣服的颜色、对，你的开多少工长相、资？你的身高、你的胖瘦、你家里什么样，就是你任何你能想象的角度，包括今天谁吃太多了，他都会说你不要再吃那么多，就是你点点滴滴都是他的。包括能不能吃西兰花，能不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从他那儿来的。然后连我们穿衣服穿什么尺寸，他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才会有张铁军、李维娜那些人去 reinforce 这个决定。对，他们是那种这个所谓的法的持衡的衡量者，他来去把这个东西去施给别人，然后执法者，而是对，然后施法者呢，所以我们有错会怨施法者，而不会怨那个李洪志。李洪志说完就躲起来了，他说完就躲起来了。但是还有就是也是从师傅跟我们说的是女生不会来月经，在山上女生都不会来月经。然后像你说的 executioners 都是老师啊、团长啊、班长啊，就一发现你来月经就拿着事情说事儿，说你修炼状态不好。对。不仅如此，就是他常常李洪志他会先开始说一个什么，然后他们去做完了以后，最后学生受不了，李洪志又出来当好人。对吧？这才是他爱做的事。就比如说，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那时候山上不是大家都对，比如说都对中国大陆来的人印象都非常差嘛，就基本上一说大陆来的完了。然后呢，我当时就听到师傅就是好像我忘了是会上讲还是私底下跟学员讲，就是说这些中国大陆来的，你们知道就是像我们这种在美国待了很长时间的老华侨。就是你们这样子的行为让我们多丢脸吗？怎么样？然后，所以就是因为师傅总是，或者说学员说什么师傅就是大陆的就喜欢那样，怎么样，就师傅总是会有这种评论，所以学员们做事情的时候就非常针对这些大陆刚来的学员。然后最后呢，我记得师傅讲法的时候又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大陆来的学员，那师傅也是大陆来的，你记得吧？讲法有这么一句，就是师傅就会出来说不能对大陆的学员这样，怎么样？我就觉得这不就师傅带起来的吗？师傅带的头吗？对，就很多这种事情，包括什么，你知道山上各种争斗啊什么的。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其实好像我记得那时候舞蹈生也是非常的，就是互相帮助那种，气氛很好。然后我后来是听别人说，因为师傅说觉得嫌我们这里没有竞争，就没有那种常人社会的竞争攀比什么的，然后造成可能进步不大。师傅认为，所以就是我觉得师傅是有意的开始制造一些矛盾，就比如说他会突然开始表扬谁，器重谁，然后让别人去嫉妒、去羡慕，然后去你知道就是这种事情，就其实。对，不是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会认为很多事情是他直接做的，直接造成的。是的，
我那个我补充一下，就是你说的对，从大陆来的学员不是特别好这一点，就是因为我当时跟我同个宿舍的，就是有一个从大陆刚出来的，但是他的待遇就特别好。但是这个不一样的是，人家爸妈见到师傅是就当场就扑通跪在地上了，然后开始磕头，然后开始哭。就我不知道是，我觉得仅仅磕头和哭还不足以使他的境况改变，也许还得。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对人家也给了一信封的钱。我觉得如果没有这可能是记错的话主要的，因对，为我之前在我没有咖啡记错的话，对，因为我之前在咖啡厅亲眼见到，就是当时可能是那个学生怎么样了，然后他妈妈就过来，然后一下子就跪在地上，然后就开始大哭。然后师傅当时本来是还想，你知道那种表面的，就是哎起来，结果那个阿姨还是哭，师傅就一下扭头就走，就特别不耐烦，一下子就走了。然后当时刘伟在师傅旁边，就是因为那个阿姨哭得太惨烈，我在旁边真的我都想扶一把那种。然后甚至刘伟都是那种哎呀，想要那什么，师傅根本理都不理，扭头就走了，人都没了。就是，嗯，我不认为哭能有什么用。我于超在中国坐牢将近10年，那不比哭多少场都更惨烈吗？师傅不是一样说我是坏东西吗？现在我有个问题，就是说菲奥娜她在那个，就是说刚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对大陆的人都看低。对，哦，我想起来，我知道有一个话题，当时我一直想说，就是我看了这个文章，我不知道是哪个版本了已经，但是他一直在说师傅不知道生育多少钱，师傅什么都不知道，就是这个是我要问的问他题。一直在说这你稍微点很等一下，奇怪。稍微等一下，我要把这句话念出来好吗？行，你因为念你念刚才我正好，Jeff 我也要问这个问题。 Jeff 你之后你可以说一下我知道，师傅跟你说多少钱来着？刚好那个于超不是要那个咔一下剪一下吗？这个问题就从这接着。对，接。好。其实我想把咱们这个自然的笑啊什么都留下来，这个其实挺好的，你知道吗？也可以。那个这个上面说了，李洪志师傅回答：这点钱算啥？那帮坏家伙不报，我都不知道神有多少钱，我还提心吊胆呢。这孩子开支够不够啊？说完，师傅笑了。师傅说呢，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根基，人家靠政府企业，企业不会给我们（括号钱），都在中国有生意，政府对我们也含含糊糊的，谁也不管我们，我们得自己管自己。然后呢，那个作为神韵艺术团的艺术总监，师傅说，我不管行政的事儿，他们也不跟我汇报，财务的事儿他们保密，跟谁也不说，我也不问。对此，神韵艺术团的一名会计师证实，财务有财务的规定和流程，我们都是 autopilot。说到这里，师傅想起一件事，笑了。当初大纪元新唐人办的时候，没钱了找我，有2个钱了他也不理我，我也不知道他有多少钱，任何项目我都没拿过1分钱，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运作。这些被全都从那个后来的版本中删掉了。咱们就他删掉的这些内容，咱们可以谈一谈，师傅是不是对钱都不知道，以及说那个新唐人大纪元没钱了找师傅，有钱了他们就不理师傅了，这个事儿是真的吗？这就我觉得这是个很明显洗白关卫东这件事情。现在你说什么？他就是在此地无银300两啊，他就想洗嘛。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说实话啊，我感觉这是李洪志的智商，就是让我觉得就有点担忧。就是有的时候，在我出来之前，我一直在考虑，哦，他们可能会这么做，就是他们有律师团怎么样，就是通过他的一切的 retaliation 也好，或他的自卫的方法，让我觉得就是让我感觉我很愚蠢。就是我怎么会信这帮家伙？就是你至少给我一个稍微就是成型的一点的就是让我感觉这一场战争还值得往下打下去。就是感觉我们就是让我没有办法想象到他有这么的就这么的怎么说没有任何的做事情不动脑子。就是你洗白，你也不能就是咔咔咔咔咔，就是把你所有的 claim 都放到一个自然段里来洗啊！就是你太夸张，你也太舔了，就是说他是太做作了。对，他至少是不是搞钱？李洪志亲自跟我说，他说每个团运作是要300-400万，当时把我放在咖啡厅里，他没事闲着跟我唠嗑，他亲自跟我说，一个团1年的开销是300-400万。他说这么多团，说山上运作像个小型的城市一样。
说特别贵，电费多少钱，水费多少钱，煤气费多少钱，说建这个学校花了多少钱，然后说但是也有一些人资助他，比方说他那个什么。他说不是说没有任何资助吗？他后面那个建的中剧场那个屏幕是电子的，他说就有人花800万给他赞助这个钱，就是他那个钱的流水，他跟我讲的很清楚。他的目的是说师傅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怎么还在跟他 complain？ 是这样的一个目的。他啪啪啪啪啪啪的钱都跟我说的很清楚。然后有一年我们在巡回的时候，巡回结束了。然后开全国大会还是同样的音乐厅，然后李锐在上面说点什么，然后那个李维娜上去那何时说什么全运总团长怎么样，然后大家都说完了，李洪志上去了，上去说今年我们盈利了，哈哈哈哈笑，今年我们盈利了，你们所有在职的人员每人多发500块，你们记得吗？对，多发500块，是他自己明晃晃的，他怎么可能不知道钱？他怎么可能不知道钱？还说不管什么我不管什么所有行政，所有的行政都是他管。谁在哪个班，谁跳哪个角色，谁穿哪个衣服都是他。他亲自跟我说，所有的那个505都是他给我的，他亲自给我的。谁是1等奖，谁是2等奖，都是他定的，都是内定好的。连那个新唐人都是他定的。新唐人办个比赛什么的，那都是李洪志亲自定好是谁得金奖。然后那个所有的项目，然后各个地方的那个佛学会负责人什么都必须得跟师傅汇报。然后像那个以前那时候山上如果招什么西方人然后来考试的话，基本上我反正跟着师傅一起考。然后呢，我们其实根本是就是一个在那儿摆设，师傅说要不要。然后呢，当时师傅还对着刘伟说，当时师傅看了我也发现我在，然后师傅就跟刘伟就靠着说工资呢就给他这个数。对啊，他每个舞蹈演员，每个舞蹈员面试的时候，最后能不能过都是师傅说了算。还说我的身份，按照中演会的话，工资也是师傅定的，对吧？我们当时没有我的工资就是师傅定的，然后当时是那个好像涨了点儿，然后刘伟还过来告诉我说，师傅给你涨工资了，你去谢谢师傅去，我还得去谢谢。然后我也去谢了吗？你去谢了吗？我也去谢了。当然还有说别的事儿当时，然后旁边也有人，大家都听到了，所以就每个人多少钱？我记得他在大会上讲，然后还说，给有些西方人为了给他钱多留下他，好像给了也不多，4、5千是吧？一个月，我忘了具体数字，反正当时说了个非常明确的数字。然后，对啊，全都是。每一个人师傅在那什么，在也是在西雅图还是在哪里，把我就是坐在那个神韵的台阶上，就跟我说，那个身份都是我帮你办下来的，就是因为我的身份是那个特殊人才签证嘛，就是那什么他先大纪元还是哪个记者给我所谓的做一篇报道，说的东西也都不是我说的，然后发到里面，然后用那个骗那个签证官说，你看我是什么特殊人才，把这东西给批了。批了之后，他说那个工资也是我发的，我给你发的还比给别人发的高。对，他们会这样，总会这样说。对啊，李洪志亲自跟我说的。跟师母也是，跟至少我听说好几个人，他对好几个人说，你是最高的，是不是专业会？对，都会说给你开的工资最高的。可是就是他跟我说这个时候，我脑子一直在想，我可是不是为了工资来的。Yeah。不是为了工资来的，我就为你这点破工资吗 ？Unfortunately， 就把我们弄得特别廉价，然后就是上那儿讨口饭吃的，完天天就这种。关键他们开那点工资还特别还特别让你感恩戴德。对，一再强调你注意啊，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就是说在这儿呢一再强调说他们是免费的提供食宿。你等一会儿，我要找一下这个免费。这个别人问说这个法兰大法那个衣服是多少钱？棉衣$120，羽绒衣呢$168。然后呢，同样的价格呢，不可能在市面上买到同样品质的同类产品。其实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我非常有发言权。这个请讲给我的衣服当时是一个旧的，你知道，我刚上山是旧的。
我没有穿过旧衣服，我不会穿任何人的旧衣服。当时就是在那之前，然后我还觉得弄错了，你知道吗？啊，我说怎么是旧的？然后他们就非常诧异的看着我，然后我也没有意识到我什么问题。然后师傅见我这种表情，就说啊，给他新做一个。然后当时做了，当然送之后就回去了。然后他们做的那个，你知道，其实就是山上的人，其实一点都就是那种对付，做什么事儿都非常不专业。就是他的服装组也是，你要是去注意一下那个乐队的人的西装，那简直比中国的校服还难看。就是很那个有的女孩子她年龄小嘛，她就个子很矮，然后那个裤子都是拖地的，然后那个衣服当时还就是袖子大小都不一样，然后给我做的，后来做了一个，然后那个袖子特别短，好像就到这儿之类的，然后就质量一点也不好。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能说那质量特别好。我补充一点啊，就是你讲那个小女孩，就是可能年纪比较小，那裤子拖地或者有时候袖子太长。你知道在舞蹈那边我们是怎么说的吗？他们怎么跟我们说的？他们说哦，那是师傅给你加持，你以后你相信师傅以后你就能长那么高。对，是。所以你就拖着地，你也得穿着，就是表示你的一种正念。你知道我跟服装组的阿姨和头饰组的阿姨都非常好，然后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他们都是义工，尤其在你待那么多年，他没有一个经济来源，他都是吃自己的那个怎么说，老本也好什么也好，就非常辛苦，而且每天熬夜的，就是让我感觉很过意不去。我发完工资之后，我会在小卖部买很多东西，我会不是说我发给他们，我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他们很不容易，我跟哪个阿姨比较好，我会多给她点东西吃。就是我跟他唠唠嗑啥的，然后你们的西装我都看过，就摆在那里，是07班女生先做，07班男生，然后是那些师傅比较喜欢的人，因为当时我比较红，人家是特意挑出来的，我在旁边看着，他特意挑出来是孙赞的，先把孙赞的给做了，你知道吗？就是按人下菜碟的。对，就是而且各个就一点点小的那叫待遇的优势。比如说多给你盒酸奶，就诸如此类的，都在什么给你一根笔，然后都是特别大殊荣。就当时说，我就说那个衣服不行，我旧的嘛，然后说给我新做的，然后我记得那服装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那个阿姨，就不说名字了，没事。OK， 然后他就说，哎呀，给你新做的，哎，就一副，对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有点待遇。就是山上这种阶级很明显，赶紧领情，就这种啊，对。然后这个待遇也是李洪志亲自搞出来的，是他喜欢林奇班，是他喜欢舞蹈。同时就是也会有很多人嫉妒你，然后就因为这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就嫉妒你。而且对山上监狱一模一样，跟监狱一模一样。因为资源匮乏呀，钱没有，物没有，什么东西都，你想一个衣服都来卡着你都不给你穿新的，不给你穿好的。然后我如果我在舞蹈吃饭，是我们在那儿那个水果，每次都是秒没，都是舞蹈先拿，乐队在拿，舞蹈先吃，乐队再吃，吃完之后，对，就是我们那些人都走了，然后他上来一个那个几个厨师。把这个饭就撤下去了，然后嘣嘣往那一摔，就感觉像不能说是猪食，肯定比猪食好一点，就什么土豆片炒什么玩意儿不知道，然后麻婆豆腐，就每一天就那么几个白菜豆腐，啪往那一放，然后就给工地的人吃。你们记得那个汤吗？因为我爸爸在山上那个打工，那个汤，然后我爸就吃那个东西，然后让我很过意不去，我会买很多吃的给我爸。然后我爸也会 share 给他那个桌子上的人，因为我感觉就是人家是干体力活，爬手脚架，搬水泥的，你给人家待遇好一点呢，就马上就是我们吃完直接撤下去换一个不同的，就是那个等级非常鲜明。他们建的房子，他们花心血建的房子，建了拆了建，好不容易建出个水泥那个墙，然后第二天就把它打个洞，就是来来回回，然后也都是违法的，反正建完之后。然后我们孩子可以进去，他们就永远再不能进去了。
然后那些孩子看到这些人，就是让我感觉就是一个个都感觉就特别无情，感觉就是你就应该为我付出，就是该，就是好像这种都是该你的。他就觉得那些捡垃圾的也是该你的，就是你擦完屁股之后，你纸不能扔到那个马桶里，因为那个排水系统非常的细，因为只有多少多少人，然后那个你就乱扔，因为总会有阿姨给他清理。就是我想这些点点滴滴你不做，总有别人来做。你是个修炼人，你应该就是以自己为表率，你把东西都做好，不然有别人帮你擦屁股吗？都不用就是修炼人，都不想。一个文明人，他们都不是。都不想。然后那个垃圾丢垃圾堆，那两三个垃圾堆，就是我们自己的垃圾会丢那个垃圾堆里，我们就嫌弃那个垃圾堆，离那个垃圾箱特别的远，然后一丢，因为那个塑料袋也比较散，一丢咵，千里散花散开了，就散在垃圾堆旁边，然后人就走。这个和李洪志他自称的就是神韵可以把孩子教得非常好，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一个现实和说法是完全相反。我觉得是因为孩子很小，年纪很小的就上山的话，就是第一父母捧着，当地学员捧着，然后山上的所有人，尤其是舞蹈队的，大家都捧着，就是让孩子从年纪特别小就开始有一种，受到了就是当时年龄和各方面心智不匹配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待遇，所以之后对，而且他们会找到捷径，就是我怎么做，山上就会器重我，就是我这样做，我去多说点好话，我去多买点小礼物给师母，然后我给团长，然后多举报别人，多做一做别人的包夹，告状，我就成神了，就这么说。就是修炼好，这就是修炼好，在山上的环境下。那可不是小礼物啊，师母的礼物不是小礼物。对，以后我们小孩子们，小孩子们买的。然后我还特别想说一下那个汤，还有山上的饮食，就是那个汤全都是清水的。我在这么多年，那个汤全都是清水，你捞，你什么都捞不到的，就是有几个蛋花在那飘着，你永远捞不到啊。然后呢，你刚巡回的时候，然后我第一年巡回的时候，然后团里人那时候是仪真，然后就跟我说那个刚巡回的时候，孩子们都会胖，因为半年没有水，吃不着什么，所以刚下山就是他们那个当地学员，有的人心很善良，然后就会有一些地方不是全部会给准备一些好的东西，然后他们就狂吃，乐队的一些人，然后吃胖。然后回山上再瘦。舞蹈也是啊，但是我们后来不敢吃啊。对，话说回来，刚才说的那个好像是不是大法活动的时候那个买的那个服装的这个事情啊？对吧？因为就是我记得好像就是他们大法活动的时候，之前买的那种，比如说印着法轮大法好那种 T 恤，是很早以前大家就买过的。我不知道是今年还是什么时候说又出新的了，然后还让大家去买。对吧？就是这个事情，包括那个神韵小商品做什么那个法轮章什么那1000多还是怎么样那种项链系列，真善人系列对。然后反正我就这么说吧，就是首先我们在山上的人，之前我们在山上的时候，我们从来都不会去买什么神韵小商品的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很清楚这个就是挣钱用的。就是之前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啊，那个乐团的那个指挥陈英，他就在刘伟的办公室。然后当时我也在，他就说，哎，你知道吗？我们那个神秘演出时候卖那个交响乐的 DVD 特别挣钱什么的。然后所以他们就开始要开拓这个领域。所以就是像那个大法转法轮也是出了这么多版本，什么有那个精装版大的，然后还有什么那个小，大家又一直跟着不停的买。在这篇那个我们的师傅这篇文章里说。师傅吃的东西是什么呢？说，无论是在庙里还是旅行中啊，这个师傅早上自己洗衣服，不吃早饭，或者只喝一些水和咖啡。中午在龙泉寺食堂简单吃一点，晚上是一碗疙瘩汤，或者冷米饭泡开水加咸菜。这是明确的写出这个菜谱了。没说可乐吗？就这个问题，我下边要问一下：可乐、螃蟹、咖喱都是什么时候吃的？另一位学员介绍，一次早饭自己煮了一堆鸡蛋，端去给师傅先挑，希望师傅挑个最大最好的。
师傅看了看，挑了一个最破的，说我要这个就行了。就师傅的这个食谱和你们所了解的师傅吃的东西是一样的吗？我先说一下啊，他这个鸡蛋这件事情可能是真的，呃，我不能完全排除他说的是否是真的是假的，因为在这种类似的情况下我看过，因为在演出，比方说 DC 啊，什么时候师傅会去嘛？去的时候，他一般师傅在领饭，那都是师傅先吃嘛，大家都核实。那李荣是可能装了啊，不是啊，他就是可能怎么说，就是保持他的形象吧。他蒯饭的时候蒯特别少，然后都是以最边上那上面没有什么肉啥的就蒯了，就这么吃了，所以他有可能对，就是而且都不是在中间豁了，或者是直接挑肉那种的，他是真的是从旁边，这件事是事实，就是我看过不止一次。然后包括这上面说是那个在午饭的时候，有的时候去吃饭，他确实在食堂，我看过他在食堂吃过饭，应该不下于10次，但是不会多于20次。我在山上7年，就是他会蒯一些饭，然后自己在一个桌上吃，没有人会在他桌子身边。就有些人去汇报的时候，会在身边这么合个十这样。所以有些东西在这里说的是事实，但是我觉得是完全的一种夸大。但是还有呢？对，还有的就是想说了，第一，比方说他平时吃什么，李洪志亲自教我们怎么吃海鲜的。OK，在那之前我没有吃过海鲜。吃雪蟹，那个掰一下，再掰一下，然后一炖，那个肉就出来了。说去吃 buffet 的时候，不要让师傅吃回本儿，过去只要挑肉，然后我们要蒯饭的话，说你就是你这浪费师傅的钱，去让我们去吃肉，然后。在拉斯维加斯，他带着我们去吃那个好像99块钱一个人的海鲜，然后就让我们赶快去往那个龙虾尾上去盯，就吃那龙虾尾，害得我一个人吃了6个，我都快吃吐了。那是因为李洪志给我发命的，让我去吃龙虾尾，我觉得这是师傅让我说的，我就一定要去吃嘛，你懂吗？就是，然后在巡回的时候，因为古运那年刚来，王正古运他刚来，然后那个师傅跟他特别好，然后会经常带着他出去吃牛排。然后古运也是说自己吃不下，他会带剩下回来，然后剩下就是我吃。我吃过很多次那种剩的牛排，所以李洪志跟古运吃过什么饭，我是很清楚的。就是他说什么咸菜疙瘩汤，他如果吃咸菜疙瘩汤，他能变成这1.8米他都抱不住的人吗？他怎么可能啊？但是你知道吗？他这样身材。但是你知道吗？像你说的，这是师傅给的，就是如果不吃，你就在浪费师傅的钱。你知道，这在舞蹈女生那里是一个非常相悖论，因为很多女生在减肥，就她平时就整个团和包括团长老师给她压力非常大，让她减肥。她平时已经是一种节食的状态了，然后师傅突然带我们去这种 buffet， 然后她也不敢吃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之后团长班人就会问她，你怎么不吃呢？如果你不吃的话，就是浪费师傅的钱。就师傅卖书当年就是转法轮的稿费，是吧？你就是如果你不吃的话，然后这些女生呢就平时不吃饭，然后现在你一下子让她吃那么多，她也吃不下，就反正是，还有就是那个说起都是必须谢谢师傅，是不是？每一次都是谢谢师傅，然后师傅会讲一番，哎呀，都是为了你们呐，都是师傅当年攒下来的一点稿费，都给你们了，都是你们的，是不是？对。然后那个师傅其实吃那个带我们去吃自助餐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印象有点深，那是我的最后一年，然后我想走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脑子才开始清醒，然后我才看到师傅的一些做法的时候，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就比如说师傅给我们当时招呼我们，比如说大家坐在哪儿，位置弄好了之后，然后呢说去拿饭吧。然后呢，结果我就慢腾腾的去拿饭的时候，我发现师傅那个盘子都已经装好了，全是大螃蟹。就是因为师傅动作特别快，就基本上大家还在那儿排队呢，师傅就已经蹭蹭蹭蹭，已经自己盘子已经装满了。或者是像那个在山上啊，就师傅赐给我们吃火锅嘛，然后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这样子，第一天舞蹈吃，第二天乐团吃，第三天工地吃。然后在乐团吃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天音2嘛，是师傅重视的团，所以呢，我们是坐在离师傅最近的位置。我一般就坐在师傅那桌的后面。然后我当时就看师傅桌，我又陷入了沉思，因为师傅桌子上，因为我们桌子上的菜呀，就是白菜、豆腐，然后有虾，
然后就是肉。那师傅桌子上光菜就有什么茼蒿啊，就好几种，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愣了一下，觉得哦，原来师傅那桌怎么菜跟我们还不一样呢？所以这并不存在什么师傅什么喝粥吃咸菜的这个事情。我在哪他可能给你们看一下，他可能真的吃过咸菜。对，是不是差不多就这样？一定吃过。对对对，但是这就是看那可杀人牌乐了吗？可乐还必须是全糖的，因为李洪志说不能喝无糖的，无糖的是叫什么 aspartame 还是什么东西，说是宇宙中最脏的东西，不让我们喝无糖的，所以喝可乐只能喝全糖的。然后，对啊，就是我想说到哪了？不好意思，你继续说你的。就是吃咸菜那个，我就说啊，对，那疙瘩汤有的时候我还想吃疙瘩汤，我还吃不到呢。这疙瘩汤也不代表它是一个多么清苦啊！我也馋我妈做的疙瘩汤，因为我觉得我妈做疙瘩汤可好喝了，我特别喜欢吃。就是他有可能真的喝过疙瘩汤，有可能真的吃过咸菜，但是他想用这个来证明他多么的清廉，他多么的那个对食物上没有欲望，这是绝对不对的。其实更不是，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在哪个版本的看到有豆角，我不知道哪个版本上有印象吗？你们如果我没记错，豆角，对，是吗？豆角可不好做，你知道吗？你得看在什么情况。你如果在东北吃豆角，那你就是个平民；但你如果在美国能吃豆角，而且那种东北豆角，我们知道，我跟 Jeff 就是上个月在家里做了排骨炖豆角啊，就是那个守了多久？那个锅守了有3个多小时，可能，然后不停的搅拌，不停的搅拌。然后那个师傅在后边有一块菜地，那里边反正我在山上是没吃过豆角的，在山上你能吃到豆角，绝对是你的身份的象征。对，绝对是。我在山上吃过豆角没煮熟，然后吐了一宿。然后有一块菜地嘛，不是，然后那个菜地你就能看到种什么，而且是有专人种的。我当时我刚去的时候，我也其实也陷入沉思了。我觉得在大陆那些人都生死都管不了，都顾不上，自己孩子的生死都顾不上，在这居然有人专门在那儿种菜。不是于超在国内做那么多东西，然后也有要厨师跟木匠嘛？这个是不只是在你身上？对呀、在所有人身上。然后不只是种菜，还有单人，就是反正就是非常浪费人力。然后我再说回那个菜园，然后那个菜园呢，有一年着火了，着很大的火。然后那是我在那儿第几年着火了。然后当时赵华就说，师傅说把那个菜园下了一个诏，要不然就是全山的大火。然后呢，就是但是呢，第二天就把那个菜园的种菜的人给他开除了。其实那个菜园啊都不算什么。我记得我要走的那时候啊，那时候倩楠已经不在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在我们那个琴房，学生琴房的那个后边不是有片树林吗？然后那片树林里边，因为师傅特别喜欢喝茶，然后那片树林建了一个特别别致的亭子，小亭子，就是那个亭子，你知道上面勾的那种花边儿，都是那种古代的，然后就是非常别致。它不是说就上面一个棚底下一个椅子那种。然后师傅就带着几个亲近的学员就在里边喝茶，然后我当时就看到那个，我就觉得，哇，觉得就是这些学员们来，所以说一点都不要什么惊讶，什么山上那些人够狠，他们愿意去给师傅卖命，他们过的日子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在那儿练琴练舞的时候，他们是在享受。对，就师傅他们就是在享受，就是他们就是这些学员们抛家舍业的到山上来工地来帮着干活，结果就是帮师傅建一个亭子供他喝茶。而且很多亭子，左一个右一个的。不是，但你没见过那个最新的那个亭子，特别别致。壁画后边的那个是不是？他建的时候我在。哎，对对对，好像是那个，对。建的时候我在，但是建完了之后我就走了。你们不记得李洪志在讲法哪一年讲法不还说是那个看着那个座场空空的座位，就是你知道师傅心里的感受，然后他就说你们是没有赔，但神韵赔了，你还记得吗？记得。就是这神韵，这就是很明显的师傅在讲法里。哎，你们看啊，你们赶快去截图，不然他又删了那个讲法。对，就是他自己是完完全全在神韵的财务管理中的，他是什么都知道的。包括有一年，就是神韵刚开始不久，还是
2010年还是2011年，他突然间就是说，哦，要打主流社会，要把票价打得很高，就最基本的票就特别特别高。可是那一年就是卖票卖的特别的惨，特别的惨。我在美国巡回，一场就150个人左右，就是为什么很清楚？因为我们男生互相间说的是，哦，今天台下的观众比台上的演员多，第二天台下的观众比台上的演员少，就这么夸张的一个那什么。然后那一年就师傅特别生气，因为赔了嘛，赔钱了嘛，所以他是那个在这个因为回到这个文章上，他是在这个钱上是处处都有他。然后他还中间还说什么这点钱算啥？那帮坏家伙不报，我都不知道省有多少钱。那我想问，什么是坏家伙？为什么报出来就是坏家伙？那是你我什么叫这点钱算啥？What does that mean？按照美国这么法律，多钱还不够吗？你是必须把你的那些这些信息报在网上的。然后为什么报你的东西就是坏家伙？那你报的东西，那你是不是坏家伙呢？就是这个坏家伙的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而且神韵是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就是它应该是非盈利组织啊。就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好跟坏不是应该以真善忍来衡量吗？这不他自己说的吗？那你把你的东西放到网上，然后作为一个记者，他记者的本行是把你这件事情放出来，人家没有夸大任何其词，把你的税务表一五一十的放上去，做到了真了。就哪里，那怎么会符合坏呢？就是你的坏，李洪志亲口说是坏家伙啊。对，你要是在当山上你说出来这真东西是我说出来你的财务，你是坏家伙，我不说那就是好家伙呗。是就是你能感觉到，就是他与他所讲的法理是完全相悖的。他不是那个艺人，他没有经过真正的修炼，他没有提高过心性。我感觉，就是他是一个就是你很多时候就很多时候就是很多修炼人会觉得很多事情不解，觉得师傅有多么高深，有多么的伟大，做的事情有多么深奥。你们完全不用这么想，你就想从公主岭出来的一个农民会怎么想。这里不是来说农民不好。他就是这么想的，他想把自己洗白，想把自己翻身，你就以这个概念去灌在李洪志身上，他所做的一切一目了然，不需要你去那什么，你不要想的太深，他没有那么太深的东西。我这对他不是侮辱，这个就是事实。他就是因为现在不是有个概念是 new money 和 old money 吗？什么是老钱，什么是新钱，就是暴发户嘛。老钱呢，他体现在他的修养，他的就是学识，或者他的见过的世面。他可能穿的衣服价格都不便宜，但是都是定制的，都是好的，就是料子。但是他是非常低调的一个存在，他怎么舒服怎么来的，他已经过了那个我需要证明给所有人看我很有钱的那个阶段。但是李洪志呢，包括他整个家庭，我觉得还处在一个我刚是个暴发户，然后呢，我必须让所有人知道我多有钱，我这个 logo 必须都买大的，就是有点是这种感觉。就他做事情点点滴滴都是这种感觉，都是他非常非常需要别人的认可，而且就他很努力达到一个成就的时候，他会把它夸得很大很大，然后呢，就是用英文说 like he tries to shove it down everybody's throats， 这种感觉。你能解释一下这个英文吗？就是他要把他这个成功就是用蛮力的就塞到你的嗓子眼里，塞到每一个人的嗓子眼里。在这儿呢，还说这个师傅没钱、没房、没车，那个所有的项目都不领工资，学员拿来钱，师傅统统给山上。师傅说：“我不要钱，我要钱干啥？我都想好了，我这辈子走到哪儿，谁都会给我口饭吃。我要钱干啥？也饿不着我。”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的问题啊。他到哪儿都会有人给他饭吃，但是他能到哪儿别人都给他海鲜吃吗 ？OK， 是。那么现在我想谈一下这个车的问题，就是说他以及他的亲属到底是否拥有一些交通工具，以及这些交通工具是有没有什么名车之类的呀？说实话，车这件事情，因为我不在山上了，当时我没有看到师傅开过什么这些所谓的车，所以我只能说我看到的。但是我从其他人的嘴中，有听到，就是也有看过李洪志开这所谓车。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在其实我像我们这个节目做的也
像这么2个小时了吧，或者1个半小时，能看到现在的都是真正想知道李洪志为人的修炼人，是不是这样？是，就是其实那个说李洪志敛财不敛财也好，这些东西是很重要，但是你通过我们的描述，你能看出李洪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就是你来重新因为你要去审视一下你自己为什么修炼，这是我想跟那些所谓修炼人做的。你当初修炼的目的是什么？和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一样的，你是不是好好想想到底哪里出错了？就是你当初修炼，即使你想修炼成佛，或者想成个更好的人，什么也好，你觉得你现在做的东西能使你变成当初这样的吗？不是修炼如初必得正果吗？你好好想想，你看看你身边有几个人还活着？20年前的，现在到现在，你看看师傅当年，就像于超说的，师傅当年20年前什么样子，师傅现在是什么样子？你想说师傅没车什么？这是其实我感觉是 we're playing into their hands， 就是我们说有车，他说没车啊，就是你说我说，这样的话就是感觉好像是我们在造谣一样，这些都不重要，这些都不是特别的重要，你不需要 play to their hand， 你就看一下我们师傅现在这个是什么样的人，和你当初你为什么修炼的，你好好看一看，你不要害怕。就我是给修炼人说，你不要害怕，你真实的面对自己，一目了然。你只是不敢去面对，镜子在家里了，你都站在镜子面前了，你就不敢睁开你的眼睛。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然后我还想再说，你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从那个去年8月份呢，法轮大法信息中心那个登的那个篇文章，就是说，中共武器化这个社交媒体，一直到现在，他们这个喊声是越来越大。开始是先说我和王志安，到最后把你们在这个节目的所有人全都说成啊，是这个有中共这个关系的这种嫌疑。然后呢，所有的这些信息啊，并不是我于超或者你们自己亲身经历，不是。按他们的说法，所有这些信息都是习近平手下的那个情报官员提供给咱们，而咱们又把它放到那个公共平台上去。那么今天你们4位在这儿，我想问一问你们4位所谈的这个事儿，到底是中共给你们供的料，还是你们自己的亲身经历，还是说你们说了什么假话？有没有这种可能？你们对他们的这种那个一直以来这个1年多的这个说法，你们有没有什么看法？就说你们这些人是中共的人。你知道我最不理解的是，他们为什么会说是就是我在做的事情，包括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4个在做的事情，我完全就是在讲，在高中的时候，我的高中生涯是什么样子的，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就我不理解，如果于超你讲的是，我不知道你上的是哪个高中，人大附中。人大附中，如果你讲你在人大附中发生这些事，他们也会这么说你吗？就这这件事情是揭露了法轮功的一些问题，或者水运的一些黑幕，或者你想怎么说都行。但是这确确实实是我活的5年，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去说呢？但有没有可能是中共给你供的料，然后呢，你一时糊涂，然后你就用了他们的料，这是他们的说法。你说他们的说法是能站得住脚的吗？你觉得？这当然站不住脚，就像我的话，我从来山上以后就没有再回过中国了，然后我跟中国也没有任何关系。然后我觉得其实我说的很多事情，我觉得中共都不知道。对啊，我们跟师傅的一些交谈，我觉得中共都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是其实其实我认为在山上的人，他们也会知道我们说的是真的。对，这现在被骗的其实就是这些不在山上的这些大法弟子，尤其是还在中国大陆的那些学员，买那些真善项链的系列项链的那而且当时我和 Jeff 回国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跟一个朋友一起回去的，而且是穷游，我们是同吃同住的。就如果真要上法庭闹一闹，他可以出来作证。就是这点没加，这点我之前没有说过吧？其实就是留一手。什么？其实他想做这件事情，这也是他唯一的办法。他想说，我们大法内部是纯净的，是外边的人在攻击大法，能明白吗？这是他其实想做的事情。而他没有办法接受的是，这个法本身是不对的，李洪志本身是不对的，这是他没有办法接受的。他宁可把这些我们忠实的人
曾经忠实的人化成那个外面的，这样的话他能保住他里面的人，这只是个策略上的问题，而且维持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对，盘啊。而且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但是他做这件事情的同时，他其实也是个双面刃，因为就认识我的人，至少在新西兰，认识我的人，我从小到现在，就是他们看着我长大的，请着我吃饭也好，或者是我们一起做活动也好，拿横幅也好，一步一步长大的。你看陈清零从小的时候几岁就开始发那个传单，一点一点，一步一步长到现在的。他说那个就是他说我们所谓是什么特务也好，什么也好，也是对新西兰同修的一种亵渎。我觉得，就是对他们的心理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也有很多人因为这件事情离开了修炼。就是他其实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无所谓，到时候我们法庭上见吧。你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我就想问一问，事实上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赤裸裸瞪着眼在那儿说瞎话，对，没有任何依据。他们这么说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反驳，因为他们这么说是不是中共给你的料？那我可以说是美国给我的料，我可以说是 Ukraine 给我的料。It's like 现在我就想问，没有任何不破无词。对，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就像那个孙赞说的，就是你在新西兰，很多人看着你从小长大，然后程清零也是很多人看着从小长大。其实我何尝不是如此呢？我在法轮功修炼32年了，就是93年开始，今年2025年，就是31年、32年了。那些和我一路走到现在的人，都是18、19岁就认识我了。然后当时我在中国的时候，作为这个法轮功在中国重要的这个情报人员啊，然后也和很多人都联系过，就知道我的人很多很多，知道我过去的那些人也是非常多的。这些人大量的在瞪着眼看着那个这个法轮功以及李洪志在这儿睁眼说瞎话，但是他们似乎认为，哎，那还真没准儿。你怎么看待这些人呢？因为我想了一想，我目前的理解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就是他们知道你不是特务，知道我们不是，但是他们一旦真正的就承认我们不是，那就代表李洪志在撒谎，那就代表他20年的付出白付出了，他是真正的被骗，就是代表他们自己真的被骗了，他们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一些，所以他宁可就是他明明知道他赌这一场。他下一赌，他一直在输，他一直在去赌，他把全家都赌上去了，他不敢去想他输是什么样子的，他只能想他要输。那我再补充一点，就是他在赌场里的所有的宝都压进去，得 all in， 你知道吗？就是就是在电影里把所有的 chip 全推进去了。对啊，他想这一下子全部弄回来，可是他从各种蛛丝马迹中已经发现他不可能赢了，他已经发现他身边人都被骗了，他也是其中一个，他不敢去看的。我再问，我补充一点啊，就是我其实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的心理医生，为什么就是有些人会是这样子的？他跟我说的一点，我觉得还是值得参考的。他说 ，change is scary for humans， 任何这样的改变对人类来说都是可怕的。所以对于这些人，就是他们可能20年、10几年放在这个法轮功里面付出了那么多，对他们来说一下子改变，他们要认清这个不只是他们要看清自己和法轮功的现状，而同时他们也意味着他们的社交圈、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这种习惯全部都要改变。是，这其实是可怕的，对于人类来说。说到这儿，我也想就是跟这些人说，就是说你们 all in 呐，能超过我的人其实不是那么多，我不是说最 all in 的人，我也是超过很多很多人 all in 的人。我是这么想的，人生走一遭，到最后边的时候啊，到最终，事实上你就是会失去所有一切，因为你会死嘛。你死的时候，你连身体都不是你自己的，你所有的房子什么全都不是你自己的。所以就是说，你曾经认为什么对 all in 了，这个并不是一个什么不好的事情，因为你还有这样的机会，你去 practice 这个操练你的 all in，或操练你全心的信任一个人，或全心的这个就实践一个道理。我觉得这其实是挺珍贵的一些经历。但是假如你曾经认为那个道理，你真的是那么相信，我觉得现在你应该先于所有人来站出来说这个事情是错的。你并不能因为自己以前 all in 了，现在好像因为我以前的 all in， 我就说这些东西。我明看着他们那个说假话，我就不说。我恰恰是因为我以前 all in， 所以我先于所有人站出来，真的是这样。
我当时孙赞陈情令找我的时候啊，我当时就想，如果这事是真的，我会第一个站出来。为什么呀？因为我就是 all in 的人，我就是 all in 的人。当时我们就是因为看到你是 all in 的人，我们才就是我就觉得当时真的就看了你的视频，我们就看了5分钟。我跟 Ashley 就在沙发上看，我们对视了一眼，我说 We need to talk to this guy right now 我们就看了5分钟，我就知道你不是那什么像其他人一样。对，我就想跟你们刚才说的那些人，我就是说想跟你们说，你们的行为让我就是不理解，一直到现在，因为我觉得你们曾经 all in 过，你们不是那些畏首畏尾害怕的人，就包括我以前的太太，包括王伟宇，就是和整批的清华这些人。其实我以前把你们看的是非常，就是你们在我眼中和别人都是不一样的人，其实是因为你们曾经和我一起走过这个路。我不理解的就是。你们当时为了那个正确的东西，既然能放下这个你世间的这些东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是这样，我们真的应该先于所有人把这个真相给说出来，因为你本来你就是个 all in 的人嘛，对不对？你本来你都是走过这些生死的人。他在赌师傅知道的东西比他多，他所认识的东西。而且他们怕下地狱啊，这是他们一个深层的恐惧。就是他虽然 all in 了人间的东西，但是那他的灵魂，他的死后谁来买单？谁来保证？谁来给他一个保障？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法理上的完全不明白，因为就是你对于真善忍或者是师傅讲的法理，如果你真的去学了，或者是你真正去以自己的怎么说以身作则吧，或怎么样去真正去做的话，像于超说，你应该是第一个站出来，因为你知道这是不对的。你也知道你现在这么做你是进不了天堂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一直也在跟我太太讲，其实我太太也一直在跟我讲，就是那种真正就是修炼，或者是真正对自己，你走入法轮功也好，或者什么，你是为了想当一个好人，或者你真正对着自己想去修炼的人，现在早都离开了。因为你是能看到这一切，就是你不会去骗自己，你真正的去 use 那什么真善忍来衡量的话，这一切早就不对头了，你也早就能离开了。而真正留在这里的人是不往那边看的，他是把自己的安危、自己的得失，像于超说的什么计算也好，什么也好，就是他其实他在衡量，在计算中，我得到什么成佛或者不下地狱的几率大于我参加这万一边的，所以我才继续这么走，而离他的修炼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了。在山上也是，他那个山上所谓的什么修炼也好，法轮大法什么基地也好，龙泉寺什么祖庭也好，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修炼根儿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对，我也就是觉得很肮脏，所以我不想。那我很感谢咱们今天能有这次谈话。然后那个在美国这边现在已经挺晚的了，我就希望那个咱们都能走好未来人生的路。我也希望在未来人生的路上能和各位长久的这个同行。然后各位以前也都吃苦了，现在开始一个新的人生。然后我觉得新的人生会挺好的，其实是我们现在谈了半天，才谈了2个自然段，我们下次继续。我们下次可以继续。其实下次也并不一定要针对他，然后你们就谈一谈自己各自的这个经历啊，印象深的事儿啊，你认识的人他们是什么情况啊，等等等等的，这都可以说一说。包括你今天提到那个小女孩，她们明明看的是《火影忍者》，她们硬说一个未成年小女孩看黄片儿，其实这个都是深刻伤害一个人的。还有那薛心坛，李洪志破口大骂那薛心坛，骂的他放声大哭。这个都是残害人，我都觉得这都是残害人。其实我挺高兴李洪志放在我手里的，因为我专治这种人。哎，我又开始发狠了，我们不应该这么发狠。我希望那个自己还是文明一点好。每个人各有天命，各有天命。那行，那我很感谢你们，那个很感谢人生路上遇到你们。那今天咱们的访谈先做到这儿好吗？好，谢谢。好的，OK，早点休息。好，好，再见。拜拜。再见。